断头台高耸在广场中央，围观者低声议论，卫兵厉声喊道：“把罪人带上来！”安内利被粗鲁地推搡着，长发遮住了他的脸庞，赤脚走在冰冷的石砖上。愤怒的民众挥舞拳头吼道：“恶女，去死吧！居然还有脸活到现在！”石块砸中他的额头，鲜血顺着脸颊流下。行刑官展开卷轴，宣读道：“安内利·罗姆因谋杀皇室未遂罪判处死刑。”民众疯狂地吼道：“杀了他，砍掉他的头！”恶女！安内利被按在断头台上，闭上双眼。围观者议论道：“她终于要死了，真是活该。”那是谁？另一个声音回应道：“她是那个想杀人的恶女，还是曾经的准皇太子妃？如果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，事情会有所不同吗？”沉重的刀刃落下，可爱的莉莉亚，你所有的善良和温暖都是谎言，让我窒息的绝症是谎言。麦克塞尔，连你的感情都是谎言吗？要是我一开始就知道就好了。神父闭上双眼说道：“我将神最后的慈悲赐予这个愚蠢的生灵，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”不，那已经不重要了。围观者闭上眼祈祷道：“哦，上帝，请怜悯我们！”沉重的铡刀瞬间落下，带起一阵血雾，世界陷入黑暗。突然，一只紫色的眼眸睁开，安内利猛地睁开双眼，大口呼吸着空气，紫色的眼眸中充满惊愕。周围的祭司狂呼道：“神谕实现了！上帝啊！”信徒们跪地喊道：“您回应了我们的信仰，终于，您创造了奇迹！神降下了复活之人。”安内立坐在繁花簇拥的祭坛上，看着狂热的人群，他颤抖着坐起身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复活了。我被斩首的尸体曾被扔在街道角落。奇怪的是，即便过了好几天，尸体不仅没有腐烂，甚至连苍蝇和乌鸦都不敢靠近。人们对此感到惊恐。就在这时，神谕降临了。神谕宣告道：邪恶横行，故我赐予复活之人。坚定地站起来，面对他吧。祭司们抓住机会，收集了我的头颅与身体，将它们供奉在大神殿中。安内利抚摸着脖子上的缝合线，指尖传来冰冷的触感。就这样，我复活了。我是在这具被处刑的恶女的身体里，带着狰狞的伤疤复活了。如果神真的选中了我，为什么不早点救我？即便现在他们尊我为圣女，为我献上珍馐和财宝，被石块砸碎头颅，在嘲笑声中被斩断脖颈，那种痛苦我永远无法忘记。难道他们以为我会像傻瓜一样，忘记一切，成为他们的救世主吗？门外传来敲门声，侍女恭敬地说道：“复活之人，我能进来片刻吗？皇太子殿下今天又请求见您，您的母亲罗姆公爵夫人也在等待。我必须再次告知您，无论您何时想要见客。”安内利猛地挥手，将叉子刺入眼睛。门外的侍女脸色惨白，她死死按住桌布。侍女在门外惊慌地喊道：“我这就告退，请好好休息。”复活之人复活后的这1个月里，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惊人的恢复速度，永不枯竭的体力，以及敏锐的可怕的感官。他赤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，走向露台。安内利推开沉重的铁门，阳光洒在银色长发上。他们坚信我获得了神力，就像神谕中所说的那样，当邪恶在世间横行，我拥有拯救世界的力量。那些曾经抛弃我的人，现在正拼命地想要见我。然而，我真正的能力还没有被任何人发现。安内利站在露台上，抬手遮住刺眼的阳光。他们一定很害怕我会再次死去或者逃跑，所以才把我关在这种像牢笼一样的地方。安内利俯瞰着高耸的城墙，紫色的眼眸中透着冰冷。难道你们以为只是把掉落的头颅重新缝回脖子上就够了吗？神啊，很抱歉，你选错人了。安内利扬起头，任由长发在风中飞舞。这一次，我会尝试死得更优雅一点。从出生那一刻起，我就与一位皇子订了婚。我的未婚夫是皇室4兄弟中的次子，也是被选定的皇储麦克塞尔。作为皇室成员被抚养长大，我毫无抵抗地爱上了他。但是对于麦克塞尔来说，我从未确定过他的心意。宏伟的宫殿外，路人们正聚在一起窃窃私语。一名妇女压低声音说道：“听说罗姆公爵夫人倒下了。”另一人惊讶地回应道：“天哪，你是说那个复活的人连亲生母亲倒下都不去探望吗？”旁边的人补充道：“那也得假设他还在大圣堂里。”安内利穿着黑色斗篷穿过嘈杂的人群，看来他们还没有正式公布我失踪的消息。他们一定认为很快就能找到我。神谕是神的话语，会在整个王国境内传播。换句话说，我那荒谬的复活消息早已传遍了每个角落。从现在起，不仅是神殿，还有皇室和罗姆家族，那些曾经抛弃我的人都会为了争夺复活者而各怀鬼胎。他们会不择手段，试图将我拉拢到各自阵营。我的未来显而易见，所以我必须逃跑。安内利紧紧攥住项链，必须离开这里，躲到任何地方去。复活者听起来很伟大，但难道不是怪物吗？我没有保护世界的欲望，尤其是如果那意味着我必须变成一个怪物。逃离神殿已经3天了，一旦搜查队开始追踪，逃跑就会变得困难，必须在那之前离开。我有足够的金币，那是祭司们崇拜复活者时给我的赏赐，这些旅费绰绰有余。更何况我从神殿里偷出了圣物。打扰一下，这位小姐。一名白甲骑士拦住去路，抱歉，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？安内利心中一惊，很快冷静下来。他抬头看向骑士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吗，骑士大人？”圣物正在完美运行，他绝对认不出我的脸，现在没有被抓获的危险。黑发圣骑士，他指着远处的建筑问道：“请问你是不是住在那边那栋粉色的房子里？”安内利冷静地反问道：“为什么这么问？”圣骑士解释道：“我们接到举报，有一名惯犯躲在里面，现在回去可能会有危险，所以请在这里稍等片刻，看来要等很久。”
安内利看向圣骑士说道：“听起来要等不少时间，请问我可以去一下洗手间吗？我想我可以去后面那家店里借用一下设施。”圣骑士点了点头：“好的，请便。”安内利推开门，快步走进昏暗的室内。我在哪里留下了痕迹？明明改变外貌的魔法运行得非常完美，而且我今天早上才刚刚换了旅店，房间里也没有留下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。安内利走到柜台前，递出一枚金币：“你好，抱歉，我需要借用一下后门。幸好我提前预留了一条逃跑路线，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并追上来。但随他们去吧，反正他们抓不到我。”因为松鼠站在路边抱怨道：“你迟到了，快来这边，我有一个相当厉害的同伙。”安内利看向松鼠回应道：“我们赶时间，晚点再抱怨吧。”松鼠一边带路一边说道：“哼，你最好把那个橡果给我。我和这只松鼠的相遇要从几天前说起。在我作为复活者觉醒后不久，人们曾愤怒地喊道：去死吧，你这个卑鄙的小人！转眼间他们又狂热地祈祷道：啊，复活者大人，他真的觉醒了，请保佑我们吧！真是卑鄙，他们仿佛完全忘记了当初是如何诅咒我，并要求我献出生命的。因为邪恶横行，神才降下复活者吗？那些人是否会被邪恶吞噬，与我何干？我从未要求过复活。一个人只有还拥有什么，才会感到后悔，而我早已一无所有。我只是想要休息，所以我决定再次寻死。但我的2次尝试都被祭司们发现并阻止了。在那之后，我身边所有危险物品都被清理得一干二净。或许是为了避免刺激我，他们开始频繁地让我一个人待着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安内利站在沉闷的花园里，这里甚至找不到一棵足以让我上吊的结实树木。突然，一个身影出现在眼前。什么？是谁派你来的？起初我以为那是某种魔法。松鼠对着安内利大声喊道：“是你偷了我的橡果吧？快点还给我！”但我很快意识到，那只是一只普通的松鼠。安内利蹲下身子，看着眼前的松鼠，这意味着我现在竟然能听懂动物说话了。这是我自复活以来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感觉。安内利伸出手指，轻轻触碰松鼠的额头，一种奇异的力量正在我体内觉醒。从那天起，安内利开始招募动物作为自己的助手。虽然经历了一些失败，但他们比人类可靠得多。安内利看着老鹰说道：“我需要离开这座城市，但有谁能帮我吗？”老鹰回应道：“救命！你说救命吗？我明白了，我去问问我认识的大哥。”那只老鹰还没带消息回来，请在这里稍等片刻。那个圣骑士一定还在找我，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。他们到底是怎么追踪到我的？松鼠蜷缩着身体，我的毛全弄脏了。安内利看着他说道：“等会儿帮你洗澡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找到出口了吗？”松鼠垂下头回应道：“以前野狗用的洞口，最近被人类发现，已经堵死了。”安内利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天哪，人类到处都是麻烦。”安内利拿出装满橡子的布袋，递给松鼠说道：“这是答应给你的报酬。”松鼠看着橡子惊呼道：“哇，好肥美的橡子！”安内利看向窗外，看来只能等老鹰的消息了。窗外闪过一个身影，那是谁？男人穿着白色铠甲，正站在楼下的街道上。安内利猛地拉上窗帘，那个圣骑士，他是怎么这么快就找到这里的？安内利转头看向松鼠说道：“你先去躲起来，晚点我会给你更多橡子。”松鼠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安内利握紧胸前的项链，虽然变身次数有限，但现在别无选择。项链散发出光芒，安内利的头发变为粉色。难道我身上被施加了某种追踪魔法？但我自复活以来，从未接触过任何魔法师。沉重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。安内利屏住呼吸，要冷静。也许他不是来找我的。没错，无论他多么厉害，也不可能发现我。塞缪尔站在门外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在里面。”安内利僵在原地。塞缪尔继续说道：“听说你醒来后很混乱，神殿理解你的处境，我们只是希望你在旅途中保持安全。”他说话的方式，他确信复活的人就在这个房间里。塞缪尔在门外说道：“如果你需要时间整理思绪，请尽管拿去。为了你的安全，我恳请你至少接受我的保护。”房门被缓缓推开，安内利抬头看向他，冷淡地问道：“请问你是哪位骑士大人？”塞缪尔行礼说道：“很高兴见到你，我是塞缪尔，侍奉领主的骑士。我听过这个名字，塞缪尔，本特，他是本特家族的次子，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强大的神圣力量。”安内利看着他问道：“你就是本特家那位著名的儿子吗？”塞缪尔回应道：“神职人员不使用世俗的姓氏，你可以直接称呼我为塞缪尔大人。”安内利点头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塞缪尔大人。神殿的名人竟然找上门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不是你要找的人。”塞缪尔看着他说道：“即便你改变了容貌，也无法瞒过我的眼睛。”安内利心中一惊，魔法道具明明运作正常，他到底是怎么认出我的？安内利问道：“你怎么敢肯定我的身份？”塞缪尔回应道：“不可能认错神选之人，不，一定还有别的原因，某些我还没想到的细节。”塞缪尔继续说道：“神殿理解你，复活的人需要时间适应，我只是为了确保你的安全。”安内利回应道：“好吧，正如你所说，我确实需要时间思考，但是我没打算让你进来，请便吧。”安内利重重地关上房门。塞缪尔独自站在走廊，看着紧闭的木门。安内利靠在门上，听不到任何脚步声。难道他打算一直守在门口吗？他低头看向胸口，从领口拽出那条项链，这是神殿的宝物，而那个男人拥有非凡的神圣力量。刚才对话的时候，他的视线一直盯着这个位置。确实是我大意了，神殿不可能让这种宝物流落在外。既然知道了原因，那就好办了。同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第二次。莉莉亚在各方面都与我截然不同，虽然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，
但他凭借与小贵族的关系，成功进入了京城，随后又巧合的得到了某位伯爵的青睐，并获得了资助。靠着接二连三的好运，他甚至得到了参加皇室宴会的珍贵机会。那是一个完全建立在偶然好运之上的生活，也是一段与我完全不同的人生。麦克塞尔对那个女人产生兴趣，对我来说并不是大事，毕竟她只是个落魄家族的女儿，反正最后成为皇后的只会是我。这种程度的越轨，我本可以视而不见。然而，侍从低下头说道：“非常抱歉，小姐，殿下突然有急事时，再无法脱身。偏偏在那一天，我无法做事。不管。”安内利问道：“急事？你是说他比跟我先约好的订婚仪式更重要吗？”偏偏在这一天，安内利转身离去。在我的生日那天，他竟然跟别的女人鬼混在一起。安内利将红酒直接泼在莉莉亚头上。安内利冲上前重重甩了麦克塞尔一掌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动手打皇室成员，这是足以被处死的重罪。安内利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。你应该在那时就彻底杀了我。如果你真的那样做了，我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复活了。安内利从床上醒来，他看着窗外的阳光，真是个糟糕的早晨。塞缪尔看着安内利说道：“你起得挺早。”安内利停下脚步。对了，这个男人也在这里。他走出旅店，来到热闹的街道上。安内利转头说道：“我真没想到你会允许我出来。”塞缪尔跟在身后回应道：“我会负责护送你，请继续办你的事吧。”安内利停下脚步，问道：“你甚至都不知道我打算去做什么吗？”塞缪尔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无论你做什么，都跟我没关系。”安内利继续向前走。“没错，你当然会这么说。”他穿过街道，走进一扇沉重的大门。塞缪尔拎着渗血的布袋。“生肉？你要自己准备餐点吗？”安内利平静地回应道：“这只是我的爱好。”他抬头看向远处的钟楼，随后收回目光说道：“回房间吧。”塞缪尔跟在后面问道：“你今天不打算做饭吗？”安内利走上台阶回应道：“光是买这些食材就已经让我精疲力竭了。”塞缪尔皱起眉头问道：“你打算把生肉就这样留在房间里吗？”看看这家伙，他露出一丝笑意问道：“为什么？你是害怕我会用这些生肉施展什么邪恶的魔法吗？”塞缪尔低声回应道：“我可没那么说。”安内利停下脚步，看着他继续说道：“听说弱小的生物都喜欢新鲜的生命，但我手里只有死肉，又能做出什么呢？”他伸出手指，轻轻戳在塞缪尔的盔甲上。“我只是想折磨你，塞缪尔大人，我现在就在折磨你。”塞缪尔看着他问道：“你是说用这些肉吗？”安内利回应道：“没错，等这些肉在房间里彻底腐烂之后，我打算把它们全部送给你。”安内利盯着塞缪尔：“就让我看看你那张始终僵硬的脸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。”塞缪尔面色严峻地说道：“神会以各种形式降下苦难，作为神的仆人，顺从这些苦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”他头也不回地说道：“快点回去吧，我现在已经累了，只想好好休息。”塞缪尔跟在身后问道：“如果折磨我会消耗不必要的精力，那你还有必要特意这么做吗？”安内利平静地回应道：“必要和理由，恶行是不需要那种东西的。你一定没有听过关于我的传闻，我曾因我的邪恶而声名远扬。”塞缪尔看着他说道：“既然你已经成为了一名复活者，那么无论你曾拥有什么样的世俗名字，都可以将其抛弃了。”安内利停下脚步，看着远方：“你一遍又一遍地称呼我为复活者，我的名字可不是什么复活者。”塞缪尔伸出手说道：“神圣的。”安内利打断塞缪尔说道：“如果你打算继续对我传教的话，神一定会赐予你必须吃下生肉的苦难。”夜幕降临，月光洒在窗台上，那一袋血淋淋的生肉被随意丢弃在窗边。安内利换上睡裙，独自坐在窗台上，她单手托腮，静静地看着那袋肉。窗外的风吹过发烧。安内利，天空中传来呼唤声，一只海雕扇动翅膀，降落在窗台边缘。“你是在等我吗，安内利？”安内利看着他回应道：“是的，你是回来帮我的对吧？你是回来救我的对吧？有办法吗？”巨婴停在窗台，我和一个我认识的人谈过，他说能带走安内利。安内利惊讶地问道：“什么？有那么大的鸟吗？”巨婴肯定地回答：“安内利看着巨婴问道：“什么时候可以？”巨婴回应道：“你需要去一个能把你带走的地方。”安内利陷入沉思，如果真是能带人飞走的巨鸟，确实需要一个开阔的地方。既然如此，好吧，这是最后的行动了。城堡外人头攒动，安内利披着黑色斗篷，即便换了几十次衣服，他还是能精准找到我。一定是靠这件圣物。安内利握紧项链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把这个交给别人，就能暂时转移他的视线，因为那个男人从未见过真正的安内利。剩下的就是时机了。塞缪尔走在后方问道：“你本可以准时来，听不到的。”安内利看向别处回应道：“那样我就抢不到好位置了。”广场上挤满了朝圣者，大祭司今天会在这里为信徒们布道，这简直太完美了。在这样的广场上，无论发生多大的骚动，都很容易被掩盖，而且人潮拥挤，无论发生什么混乱，圣骑士们都无法肆无忌惮地动用武力。既然无法偷偷溜走，那就干脆在众目睽睽下直接逃走吧。但是安内利抬头望向天空，那真的是约好的鸟吗？它的身体是红色的，还是我结拜兄弟找来的好人？但在我的认知里，并没有红色的鸟大到能带走猎物。旁边的小男孩指着天空：“快看那里，有什么东西飞过来了！”那是红色巨兽俯冲而下，遮蔽了阳光。安内利睁大眼睛，人群中爆发尖叫，有人惊恐地喊道：“是飞龙！飞龙出现了！怪物出现了！”安内利抬头看向天空，他没告诉我那只鸟竟然是飞龙。塞缪尔神色慌张，冲向安内利喊道：“复活者，快让开！”他推开挡路的人群。就是现在！安内利趁乱松开手，绿宝石项链滑落，一只松鼠飞速窜出，精准地叼住项链，
钻进路人的背包里。路人惊恐的倒地，大声喊道：“救命啊！”安内利看着松鼠跑远，干得漂亮。塞缪尔猛地伸手抓住他的肩膀，喊道：“复活者！”安内利转过头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安内利惊恐的尖叫：“啊！是飞龙！救救我们！上帝啊！”塞缪尔推开挡路的人：“等等，快让开！”被推挤的信徒喊道：“救救我！”正如所料，因为有这么多信徒，他们行动变得很谨慎。不过，我已经扔掉了项链，他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不知道。安内利趁乱在人群中飞快地奔跑，无论如何，绝不能让这个机会就这样溜走。红色飞龙张开双翼，在广场上空盘旋。哪一个是安内利？安内利在广场上奔跑，挥手喊道：“这里，就在这里！”巨鹰发现了他的身影。啊，安内利，维文，这边，这边！飞龙看着下方的人群，疑惑地问道：“这里是哪里？”安内利脱下黑色斗篷，用力向天空挥舞，大声喊道：“我说了，就在这里，这里！”巨鹰在空中盘旋，安内利护住肚子，飞龙俯冲而下。安内利紧闭双眼，感受着剧烈的冲击，身体猛地腾空而起。他缓缓睁开眼睛，看着云层在身边掠过。飞龙带着他飞向高空。小老弟，我抓对了吗？巨鹰在飞龙身边盘旋，就是他大哥。安内利被抓向高空，看着地面越来越远。结束了，我做到了。他闭上眼睛，任由狂风吹乱长发。我现在自由了，不要开火，有人被绑架了。旁边的弓箭手拉满长弓喊道：“如果让他们逃走，伤亡会更大，请下令吧。”塞缪尔走上前喊道：“绝对不行，复活者被绑架了，我们必须小心。”周围的卫兵惊呼道：“什么？复活者？神派来的那位吗？”他们看向塞缪尔，问道：“塞缪尔大人，那是真的吗？”天哪，他为了我们牺牲了自己，竟然挺身而出去保护平民们。塞缪尔捡起地上的黑色斗篷，不，这不是绑架，他根本没有逃跑，而是爬上讲坛，主动挥舞斗篷。我的名字不是复活者。塞缪尔站在阳光下，看着空荡荡的天空。安内利、罗姆、弗里西亚神色焦急地说道：“我们得先找到安内利。”罗姆公爵背对着他说道：“坐下。”弗里西亚喊道：“父亲。”罗姆公爵侧过头重复道：“坐下。”神殿那些无能的蠢货，如果保护不好他，就该从一开始把他交给我们。罗姆公爵夫人扶着额头说道：“真是乱成一团。”罗姆公爵看着窗外，那个被赶出家门的女儿被神选中并复活，这已经够让人头疼了。但在我们亲眼见到她之前，她竟然失踪了。罗姆公爵转过身问道：“你看过记录水晶球了吗？”弗里西亚回应道：“我看过了，那头银发毫无疑问属于安内利。”罗姆公爵继续问道：“那家族名册呢？”弗里西亚坐在沙发上说道：“已经恢复了，虽然有些阻力，但大家的共识是不能让复活者留在家族之外。”他再次成为了罗姆家族的一员。罗姆公爵沉声问道：“对，那莉莉亚怎么说？”弗里西亚犹豫着说道：“这个，他说他什么都看不见。我们为了预见能力，才把莉莉亚带进罗姆家，但在真正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却完全没用，比任何人都更能承载。罗姆知名的是安内利，如果他不是病入膏肓，我们绝不会选择莉莉亚。”罗姆公爵神色严峻地说道：“首先，我们要组建一支搜寻队，如果皇室保护了安内利，他们就永远不会放手了。我们不能让那种事发生。”弗里西亚点头回应道：“当然不行，毕竟他属于我们家族。”罗姆公爵看着窗外说道：“一如既往，属于罗姆的终将回归罗姆。”皇帝重垂向桌面，这是绝佳的机会，皇室必须抢先找到那个复活者。麦克斯尔说道：“我会传达下去，我们将积极参与搜寻。”皇帝低声回应道：“好，他以前很喜欢你，不是吗？如果你去救他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”麦克塞尔。麦克塞尔翻动着文件回应道：“我已经有了新的未婚妻。”皇帝冷哼一声说道：“你是说莉莉亚？”罗姆，我从一开始不就说过吗？莉莉亚看起来太虚弱了，她虽然冠以罗姆之名，但血统不同。麦克塞尔看着手中的纸张，我记得你说她的可不是那样的。皇帝继续说道：“安内利是受神祝福，而复活者将神赐之人带入皇室，只会让帝国更强大。即使不作为皇太子妃，也有办法利用他，所以尽力而为吧。”麦克塞尔低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安内利，罗姆，莉莉亚在回忆中行礼。从现在起，我会尽全力完美的协助殿下。她是一个没落家族的小姐，你想纳她为情妇吗？”麦克塞尔，虽然我们的关系并非始于爱情，我曾相信我们可以培养出感情。麦克塞尔翻看着文件，街道旁的男人问道：“嘿，你听说了吗？”同伴回应道：“当然听说了，那个复活者为了救大家，把自己当成诱饵引开了飞龙，对吧？”安内利裹紧围巾，从议论的人群旁快步走过。这种荒谬的谣言到底是怎么传开的？我这辈子从没染过头发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不过总比顶着一头银发到处走要好。多亏了那个记录水晶球，我的发色已经传遍全世界了。一只巨鹰从天而降。安内利，我哥哥让我来向你道谢，他说他很喜欢你告诉他的那个栖息地。安内利回应道：“没什么，他因为我无缘无故变成了绑架犯，这是我至少能做的。”巨鹰拍打着翅膀说道：“我也很感谢安内利，多亏了那只飞龙，我才能一路带着生肉来到乡下。多亏了你，我们的孩子都在茁壮成长。”安内利看着他说道：“是的，我很欣慰。”巨鹰兴奋地回应道：“耶！”这和那些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连野兽都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幼崽。虽然多亏了飞龙，我才得以一路逃到乡下，这让我松了一口气。但是安内利望向远处的村庄，搜寻队肯定会追踪飞龙的飞行路径来找我。以我的速度，在被抓到之前，这就像是一场小小的散步。
我绝不会回到过去的样子。麦克瑟尔在回忆中冷漠地说道：“你想让我把你送出首都，我做不到。你的一生都属于皇宫，所以你也会在这里迎来终结的安内利。”安内利收回思绪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会逃走。他看向巨鹰问道：“嘿，老鹰，你还认识其他怪物吗？”巨鹰疑惑地重复道：“其他怪物？”巨鹰干脆地回应道：“没有了。”安内利站在树荫下。既然如此，老鹰振翅飞向高空，说道：“我要去给孩子们喂食了。”安内利看着远去的身影，既然老鹰不知道其他魔物，就去问问别的动物吧。果然还是动物最棒，人类根本无法信任。目前的目标是前往最遥远、最险峻的地方，得找个能帮我走那么远的动物。肚子传来一阵轰鸣，安内利露出尴尬的神色，得先填饱肚子才行。他走进一座宁静的村庄，再小的村子也应该会有餐厅吧？先吃点东西，顺便去魔法道具店看看。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“打扰一下，请等一等。”2名地痞拦住去路，说道：“这么焦急是要去哪？你看起来像个行走的钱包，跟这里一点都不搭调，你说呢？”兄弟，安内利拉低斗帽，不像是神殿派来的追兵，他们似乎没认出我的脸。地痞搓着手继续说道：“我闻到了钱的味道，看他的态度，该不会是个通缉犯吧？要不要我送你回家？不过得收点服务费。”安内利看着逼近的2人，要花多少钱才能打发他们？他抬起头，冷冷地回应道：“我的私事不需要你们操心，快滚吧！”地痞发出一阵怪笑，说道：“不需要我们操心？像你这种有钱的小姐，100%都会这么说。”地痞步步紧逼说道：“没错没错，不能放过这种大好机会，乖乖跟我们走吧。”安内利压低帽檐，一道巨大的身影突然从天而降，银狼挡在身前喊道：“混蛋们，给我住手！”地痞吓得脸色惨白，指着前方喊道：“这是什么怪物？是狼？是一头巨狼！”银狼发出低沉的嘶吼，露出锋利的獠牙。安内利愣在原地，这只狼？银狼俯视着地痞说道：“竟然几个人欺负一个，欺负同类是不对的，那不是普通的狼。”他连滚带爬的逃走，尖叫着喊道：“快叫巡逻队来，有狼出现了！”银狼转过头看向身后的安内利，他语气温和地说道：“脱离群体是很危险的。”银狼低下头问道：“你的领袖在哪里？”安内利看着眼前的巨狼，真没想到在城市中心能见到这么正义的狼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没必要为了找动物特意跑去深山老林了。他露出一丝微笑，伸出手说道：“嘿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能不能请你？”远处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泽农飞奔而来喊道：“哦不，内西！”泽农冲上前，一把抱住银狼说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不准随便乱跑吗？”他转头看向安内利，一脸歉意地说道：“吓到你了吧？真的很抱歉。他虽然长得凶猛，但绝对不会咬人的。”安内利看着眼前的2人，这个人是狼的主人吗？泽农抚摸着狼头，继续说道：“这家伙也被吓到了，你看他这副样子，真是个可怜的小东西。”泽农抱着银狼说道：“别担心，他现在吃得很饱，只是被刚才的骚动吓到了。”银狼看着主人，我的族群里竟然有你这种窝囊废，真是丢脸。安内利看着眼前的组合，他们2个完全没有在沟通啊。他看向泽农说道：“你可以放开他了，我并不害怕，多亏了这只狼，我才躲过了危险。”泽农愣了一下，问道：“是这样吗？你看起来不像是本地人。”泽农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只是个普通的冒险者。”他盯着银狼，突然开口说道：“能不能把这只狼卖给我？”泽农露出震惊的神色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安内利看着银狼说道：“因为我真的很需要像这样勇敢的狼，无论你开什么价，我都会支付。”泽农果断地回应道：“不行，很抱歉，他不卖，无论你出多少钱都不行。”安内利陷入沉思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直接说服他本人。他蹲下身子，平视着银狼的眼睛说道：“我很中意你，跟我走吧。”泽农在一旁惊叫道：“胃离那么近很危险的。”安内利没有理会，继续对银狼说道：“我会保证让你每天都能吃到鲜肉。”银狼看着安内利，这个可怜的雄性也是我的族员，身为领袖必须保护族群。安内利注视着银狼，听到这些话，反而让我更想带走他了。我一定要让他跟我走。泽农低头看着安内利，他可不是那种能给贵族小姐当宠物的东西，甚至不配陪伴在高贵的复活者身边。他果然不是什么无害的流浪猫。安内利抬起头说道：“看来你产生了一些误会。”泽农摊开手说道：“看你的态度，不像是被绑架的，我就当没见过你。我们各走各的路吧。”安内利盯着他胸前的文章，仔细看那个文章。“你是魔法塔的人？”“我改变主意了。”安内利伸出手指向他，神情坚定地说道：“我想买下你。”泽农停下脚步，和银狼一起愣在原地。他转过头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魔法塔，一个独立的魔法师组织，既不隶属于圣殿，也不隶属于皇室。他们与神殿的关系很差，而且非常厌恶参与帝国的政治。通缉令已经传开了，上面有我的长相，他是魔法塔的人，肯定能认出我。安内利看着眼前的少年，看你的样子，应该是正在参加修行之试炼的法师。所谓的修行之试炼，是为了防止法师过度依赖魔力，他们会封印魔力，在世界各地流浪，以此锻炼肉体。被封印魔力的法师和普通人没有区别。他现在的状态一定会尽可能避免引人注目，这正是我需要的人。他不想和我扯上关系，为了不引起骚动，一定会保持低调。泽农按住额头回应道：“没错，正如你所说，我正在接受试炼。”他伸出手，因此作为一个魔法师，我帮不上什么忙。安内利伸出手说道：“没关系，我想要的不是那个。”他注视着泽农：“我现在肚子很饿。”泽农愣在原地。安内利微笑着说道：“我需要一个习惯游牧生活的人，我想把我不擅长的事，比如做饭之类的，全都交给你来处理。”
他递出一个钱袋放在泽农手中，这是预付款，等事情办成之后，我会给你双倍报酬。泽农睁大眼睛看着手中的钱袋，安内利继续说道：怎么样，要照顾狼的伙食一定很辛苦吧？留在我身边赚点钱吧。那个为了救人而舍身为怪的复活者，竟然会是这种人？凡人怎么可能揣测神的意志？与其纠结这些，不如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。泽农看着地图问道：我们真的要走这条路？那里经常有野兽出没，运气不好的话，甚至会遇到怪物。安内利回应道：必须走荒无人烟的小路，我会额外支付危险津贴给你的。泽农叹了口气回应道：也是，要不是为了那笔钱，我才不会在这里给你当厨师。安内利微笑着点头，幸好你的厨艺不错。这就是传闻中神圣的圣痕吗？简直是一派胡言，这只是我被斩首时留下的伤痕罢了。泽农走近问道：介意让我看一眼吗？安内利冷淡地回应道：不行。泽农避开视线，轻咳一声，说实话，当我听说被斩首的人能够复活时，我觉得非常可笑。除非使用死灵术，否则死人绝不可能重新回到世间，更不用说通过死灵术复活的人，本质上只是亡灵，那种东西只能算是怪物。看来魔法塔完全否定了我的存在。泽农看着安内利说道：如果你真的是复活者，那一定是有某种未知的强大魔法在你身上显现了。安内利摸着脖子问道：所以你想检查我的脖子，看看留下了什么痕迹？泽农点头回应道：没错，虽然我的魔力被封印，但我依然能感觉到非同寻常的气息。安内利转过身回应道：即便如此，我的答案还是不行。我的复活究竟是神的恩赐，还是某种魔法或死灵术？这些都不重要，我不在乎也不想知道这背后的原理或意图。事到如今，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已经活过来了。安内利抱紧双臂说道：听说魔法师对知识有着异常的渴望，如果你也是那种人，并且无法放弃探究，那就现在告诉我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分道扬镳。他摆了摆手回应道：不，没关系，死灵术并不是我的专业领域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你洗手在泽农身边，这个雄性讨厌竞争，所以作为头狼的我必须保护他，他也不会和你战斗。安内利点了点头。泽农看着他说道：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相信了我的话。他在说什么？夜色渐深，安内利看向对方问道：那么我该怎么称呼你？泽农轻笑一声说道：你问的还真早，你可以叫我泽农。他抚摸着身边的巨狼，这只狼叫尼西。泽农看着安内利问道：你就打算一直这么随意的跟我说话？安内利回应道：因为我是你的雇主，难道你有理由让我推翻这一点，并对你使用敬语吗？泽农低声回应道：那倒没有，你用觉得舒服的方式跟我说话就行。万一我因为让复活者对我使用敬语而遭到神罚怎么办？安内利回应道：不是因为那个。泽农露出疑惑的表情。安内利眼神冰冷的说道：不要用那个糟糕的头衔来称呼我。泽农看着安内利，他是指复活者这个称呼吗？他试探着问道：那么叫你小姐可以吗？安内利皱起眉头说道：你在开玩笑吗？那你到底想让我怎么称呼你？他沉默片刻说道：安内利，在过去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直呼我的名字，家人、爱人或者是朋友，而现在所有曾经呼唤我名字并以此为荣的人都已经背叛了我，所以这个名字已经不再值得为特定的人保留了。安内利看着泽农说道：直接叫我的名字吧，与其被叫做复活者，不如让全世界的人都叫我安内利。泽农愣在原地，注视着眼前的少女，因为我既不是那个所谓的复活者，也不是罗姆公爵家那个高贵的女儿。安内利看着眼前的少年，泽农说：罗姆家已经宣布会派搜救队，在他们眼中，失踪者不仅是复活的人，更是罗姆血脉珍贵的女儿。安内利露出一丝冷笑，偏偏在这种时候成了珍贵的女儿，他们一定是觉得把我带回去更有利。我不需要在场也能清楚的知道那个家里发生了什么对话，因为我也在那个家里长大。罗姆家族，帝国的伟大开国功臣，为了利益，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。就在麦克塞尔和莉莉亚变得亲近时，我被诊断出患有绝症，本该是最高机密的诊断，不知为何瞬间传遍了整个社交界。与此同时，我的身体日渐衰弱，仿佛为了证实那些传闻，我失去了活力，体力也严重下降。周围的一切都因为我健康恶化而开始发生改变。莉莉亚填补了我在社交界的空缺，她接近我的姐姐弗里西亚，随后开始频繁出入罗姆公爵家的宅邸。没过多久，莉莉亚就成了我的妹妹，我曾经拥有的一切都逐渐转移到了她身上，她竟敢。我变得越来越刻薄，让觊觎罗姆之物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，这是我学到的生存之道。然而，我发现那份诅咒般的绝症诊断书竟然是人为的阴谋。莉莉亚坐在沙发上，捂着胸口说道：我只是想帮你。安内利盯着眼前的女孩，莉莉亚，你贿赂医生给我开绝症诊断书，就是为了帮我？莉莉亚回应道：我有预知能力，安内利，你注定会年纪轻轻就孤独的死去，与其那样，我希望你能在众人的关怀中准备迎接终点。人在生病时会反省，我以为这样你就会停止做坏事。安内利听完这番话，发出了冷笑，哈哈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你那荒谬的想法，你根本什么都不懂。如果那是我的命运，我会欣然接受。莉莉亚委屈地喊道：你为什么要这么刻薄？如果你就这样离开，麦克瑟尔大人会……安内利打断道：莉莉亚，闭上你的嘴，去给我拿根手杖来。女仆惊慌地回应道：小姐。安内利厉声喝道：没听见吗？立刻给我拿过来。莉莉亚看着女仆说道：我没关系，如果这能平息姐姐大人的愤怒，我愿意承受一切。安内利眼神冰冷，她从女仆手中夺过手杖。莉莉亚，你觉得你那卑贱的命能抵消我的愤怒吗？
你竟敢这样对我！安内利挥动手杖，重重的抽向莉莉亚。莉莉亚蜷缩着身体，发出一声惨叫。在毁掉我的生活后，我疯狂的挥动手杖，却没能杀掉莉莉亚，只是因为我虚弱的身体无法支撑这种消耗。当时莉莉亚已经是莉莉亚罗姆，她是罗姆家的养女，即将取代快要死去的我，成为新的皇太子妃。我因为伤害皇室成员被关进了监狱。在我和莉莉亚之间，罗姆家族做出了选择。麦克塞尔，我甚至不需要去问，答案显而易见。就这样，我站在了断头台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舞台。尼西守在身旁，轻声说道：“你可以安心入睡，我的感官会敏锐地察觉任何危险。我从未让那个人陷入过险境。”安内利看着熟睡的泽农，他在这种地方竟然也能睡得这么香。安内利问道：“你们是怎么一起旅行的？”尼西回应道：“因为我的伴侣想要这样做，为了让那个人能够安全归来，这就是我的伴侣和他的主人共同的愿望。”安内利看着篝火，所以无论我怎么试图引开他，都带不走他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他转头问道：“你们一直都是这样露营的吗？我以为如果带着你，村庄是不会让我们进去的。”泽农睁开眼说道：“尼西是召唤兽，比起召唤兽，其实更像是储物空间。我把它放进亚空间再带出来。不过它毕竟是真狼，不能在里面待太久，所以它会尽可能一直跟着我旅行。”安内利有些吃惊，他什么时候醒的？难道发现我在和尼西说话了？泽农继续说道：“正因如此，我没法在亚空间存放行李，真是巨大的空间浪费。”安内利松了口气，不，普通人只会觉得我是在自言自语吧，但我还是得好好照顾尼西，因为尼西的伴侣正急切地等着他。安内利躺在草地上，拉紧身上的毯子，即便没有他说的这些，我也已经打算放弃了。这毯子一点用都没有，冷风一直往里钻，那种连野兽都懂的情感，为什么自命不凡的我，还有我身边的那些人，却从来都不明白？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，永远。安内利蜷缩在毯子里，好冷。泽农看着前方问道：“你打算独自去森林侦查吗？没问题吗？”安内利回应道：“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”泽农有些无奈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安内利继续说道：“没关系，我已经记住了地图，而且就算我迷路了，尼西也一定会找到我的。”尼西看着他说道：“如果发生什么事，一定要大声呼喊，我会立刻跑过去保护你。那只狼好的简直不真实，我真的很嫉妒你对他的信任。”安内利整理着兜帽回应道：“没必要嫉妒，我对你的厨艺也有同样的信心。”泽农大声喊道：“我是在和你说正经的，我已经提醒过你了。”安内利独自走进森林深处，一个人行动的时候更容易找到那些有用的动物。庆幸的是，他们都不是那种爱找麻烦的性格。如果是塞缪尔的话，他绝对不会就这样放我离开。说起来，那个男人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呢？安内利停下脚步，环顾四周。森林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安静了？最初跟着我的那些动物全都消失不见了。两只兔子缩在树根旁说道：“妈妈告诉过我，绝对不能进入森林中心。她说树林深处藏着非常恐怖的东西。”安内利蹲下身子问道：“所以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吗？”兔子用力摇头回应道：“不知道。总之你不能再往前走了，那里很危险。”安内利站起身继续前行。我原本还闲得发慌，期待能遇到巨龙之类的怪物，但现在看来似乎没那么简单，应该在这里停下了。反正里面似乎也没有更多动物，既然已经有了同伴，就不该表现得这么匆忙。这都是因为遇到了尼西那样优秀的狼。先回去吧，毕竟像尼西这样的动物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遇到的。身后的森林深处出现了一个恐怖的身影，安内利猛地转过头，那是什么？他在那里站了多久了？一匹黑马和一个无头骑士，是个杜拉汉。我来到森林确实是想碰碰运气，但我可没打算遇到这种怪物。安内利看着逼近的黑影，我能和他交流吗？如果不行的话，脑海中浮现出尼西的叮嘱，如果发生什么事一定要大声呼喊。那么现在就是那个时刻吗？无头骑士在迷雾中现身说道：“你终于出现了，我在这里等了很久。我是第9骑士纳达夫，一直在寻找我丢失的首级，在此向你致意。”安内利露出困惑的神情，他环顾四周确认情况。安内利看着眼前的怪物说道：“我想你认错人了，你连头都没有，真的能看见我吗？”无头骑士回应道：“不可能，团长，只有您能恢复我们的和平。”安内利疑惑地问道：“团长，为什么我是团长？”无头骑士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因为您就是我们的团长。”安内利陷入了沉思。等等，难道只是因为我的头掉下来过，又被重新安了回去，我就成了这群无头骑士的首领吗？算了，随便怎么样都好，先顺着他的话说下去吧。安内利伸出手问道：“既然你是第9骑士，那是不是意味着还有其他无头骑士？”无头骑士回应道：“正是如此，共有12位骑士，其中2人沉沦于永恒黑暗，其余10人在混沌中徘徊，无法找回曾经的宁静。您就是那位能为混沌带来光明的团长。”他到底在说什么鬼话？无头骑士单膝跪地说道：“其他同伴也感知到了您的存在，并已经从沉睡中苏醒，但请原谅他们无法亲自前来，因为他们失去了指引方向的手机。”安内利看着眼前的骑士问道：“为了让你们找回宁静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”无头骑士继续说道：“通过侍奉团长，骑士们将重获光明，并……”安内利伸手制止道：“不，别再绕圈子了，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帮你们把脑袋都找回来吧？”无头骑士合掌回应道：“正是如此，不愧是我们的团长。”安内利无奈地扶住额头：“我到底卷进了什么麻烦里？所以说我之所以会复活，就是为了去寻找这些无头骑士的脑袋吗？”
卫兵指着地图汇报，有人在这一带发现了巨鸟。确实如此，但另一侧也发现了飞龙的踪迹。我们需要扩大搜索范围。早知道会变成这样，当时就该把那只飞龙的翅膀彻底撕成碎片。塞缪尔看这桌上堆积的报告，到处都是关于复活者的传闻，看来是罗姆在故意散布假消息。现在已经很难分辨真伪了。皇室和罗姆都在插手干预，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。塞缪尔陷入了回忆，那天发生的事情根本不是什么绑架，而是一场有预谋的逃亡。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竟然能让飞龙配合行动？难道是通过神圣加护才获得了那种生物的协助吗？又或者是某种操纵怪物的手段？他按住地图上的荒野地带，他们必须降落在飞龙不会引起注意的地方，很可能会选择开阔的草地。塞缪尔盯着地图沉思，比如那些偏僻的村庄，通缉令还没有传达到的地方。塞缪尔看着卫兵问道：“你说有人看到一只大鸟从这里经过？”卫兵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如果您下令，我会去调查附近的村庄。”塞缪尔拒绝道：“不。”他站起身整理好披风，眼神坚定地看向窗外：“我会亲自过去。”泽农看着眼前的马说道：“你不是说只是去附近看看吗？怎么带回来一只没见过的动物？”安内利牵着变形状态的纳达夫：“这只是一匹野马，我在森林里遇到的。”泽农露出怀疑的神色问道：“你说这只是野马？”安内利点头肯定：“没错。”泽农指着那匹马大声说道：“野马怎么可能散发出这种诡异的气息？”安内利平静地回应道：“看来你确实能感觉到什么，即便魔力被封印，法师终究还是法师。”泽农皱起眉头质问：“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你到底带回了个什么东西？”安内利看着眼前的泽农，如果告诉他我带回了一个杜拉汉，他会立刻联系魔法塔。复活者竟然是操纵怪物的魔女，这种事绝不能让他知道。这家伙是我的部下，竟然承认了我。谢谢您，团长。安内利伸出手继续说道：“告诉我该如何隐藏部下可疑的气息，否则接下来的旅行会很麻烦。”泽农看着眼前的安内利说道：“最好的选择就是根本不要带上他。”安内利盯着他问道：“如果我一定要带呢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一定要带上他吗？”安内利坚定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绝对要带上他。”泽农无奈地扶住额头，长叹了一口气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这样做吧。”黑马看着头上的蝴蝶结，团长，这个结是不是有点……安内利整理着马鬃，回应道：“怎么了？我觉得很适合你，是觉得不舒服吗？忍耐一下，你需要这个来隐藏气息。”泽农在远处大声喊道：“开饭了！”安内利接过装满肉食的托盘，看来雇佣你确实是个明智的选择。泽农一边忙碌一边抱怨道：“真没想到，堂堂法师竟然会被当成厨师，你知不知道我的劳动力有多贵？”安内利看着泽农说道：“反正你现在也无法使用魔法。”泽农无奈地回应道：“虽然是事实，但听起来真让人不爽。话说回来，为什么突然改变方向，要往内陆走？你原本不是计划要翻越那座山脉吗？”安内利切开盘里的肉说道：“没什么特别的理由，只是突然想绕道去内陆。”泽农皱起眉头问道：“仅仅是因为这样？”安内利继续吃着晚餐，在离开帝国之前，有些事情我必须查清楚，那是关于纳达夫提到的圆桌骑士团的事情。他虽然请求我帮他找回丢失的头颅，却完全没解释该怎么做，我只能靠自己去调查了。首先要深入内陆，尽可能多地搜集线索，我要利用那些信息避开所有麻烦，寻找无头骑士并帮他们找回脑袋。我可从未答应过要参加这种疯狂的冒险，既然要让我做这种事，复活我之前难道不该先征求我的同意吗？所以我打算拒绝这一切。神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你觉得选错了复活的对象，那就现在取消复活，带我回到死亡中去吧。该死！泽农躲在树后说道：“有那样的搜查队在，我们根本无法通过。”安内利看着远处回应道：“那是罗姆家族的搜查队。”泽农低声问道：“你有认识的人吗？那个在前面看起来像队长的人？”泽农提议道：“既然是家族的骑士，不就是你的忠臣吗？我们不能请求他合作吗？”安内利冷笑一声反问道：“合作？在罗姆家族面前，就是他亲口作证，说我每晚都带男人回房。”泽农尴尬地回应道：“当我没问过。”安内利平静地说道：“你明白就好。”泽农看着地图说道：“那我们只能绕路了，该往哪边走？河边可能会有怪物，那就往那边走吧。你听明白我刚才的话了吗？”安内利看着泽农说道：“你刚才还说那里有怪物，除非我疯了，否则绝不会主动闯进怪物的栖息地。而且比起人类，怪物反而更值得信任。”泽农无奈地感叹道：“看来这里也有人和我师父一样古怪。”安内利摊开双手回应道：“虽然不知道是谁在这么辛苦地帮你，但摊上你这样的弟子，那个人还真是倒霉。”泽农追上前问道：“打扰一下，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是谁在拼命帮你吗？法师难道都是这么单纯的性格吗？我记忆中的法师明明更加严谨且固执。”安内利转过头，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我当然知道。”泽农。安内利转过身说道：“出发吧，虽然需要绕路，但目的的依然是格尔伯恩。只有像格尔伯恩这样的大城市，才能买到有用的魔法道具。”他侧过头问道：“你到底走不走？”他摇了摇头回应道：“没什么，快点跟上。”这家伙是怎么了？他牵着黑马走进草丛，很好，周围的灌木丛很茂密，只要能快速过河，应该很容易躲藏起来。照这个速度看，安内利停下脚步，有人在这里。黑马低声说道：“团长，我感觉到一股不祥的气息，这么近的地方竟然还有另一支搜查队，难道贪婪的罗姆家族真的和其他搜查队联手了？”泽农拨开草丛问道：“突然怎么了？”安内利神色严峻地喊道：“泽农，他们的目标大概是我。
你找机会立刻逃走。泽农愣在原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安内利翻身上马说道：“你知道目的地在哪吧？我会把报酬付给你，所以你先走，去买好魔法道具等我。”泽农焦急地喊道：“等一下，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”安内利猛地一拽缰绳喊道：“跑起来，纳达夫！”远处传来嘈杂的喊声：“快点，在那边！”这个声音是……我还在想是哪支搜查队在和罗姆合作，原来是神殿。塞缪尔，那个混蛋到底是怎么追踪到我的？阿林骑马疾驰，在后方大声喊道：“小姐，小姐，是我阿林。”安内利回头看去，阿林托森，他竟敢厚着脸皮出现在我面前，还敢来找我！一支箭矢破空而出，直指后方。安内利被箭矢击中，从马背上跌落，重重摔进草丛。团长，团长！安内利倒在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视线逐渐模糊。不，纳达夫，不能在这里暴露身份。如果就这样现身，一切就全完了。在我垂死之际，他是一直守在身边的骑士，也是在我生病时唯一为我送药的人。直到那件事发生，阿林神色慌张，大声喊道：“我怎么可能和小姐私下见面？我心里早就已经有别人了。”他确实有从小就仰慕的人，但我也是在任命他为我的骑士后，才知道那个人竟然是弗里西亚姐姐。弗里西亚手里攥着信件，愤怒地反驳道：“那是谎言，有证人亲眼看到你深夜从小姐房间出来，被弗里西亚姐姐亲自审问，对她来说一定拼命想要洗清嫌疑。”阿林颤抖着手：“那是……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指着自己喊道：‘那一定是别的男人，绝对不是我。’”安内利睁大双眼，他竟然想把我变成一个肮脏的女人。弗里西亚质问阿林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阿林摊开双手，神情激动地喊道：“事实上，小姐她非常寂寞，她经常命令那些身份低微且容易封口的男人为她送信。”安内利打断道：“阿林爵士，你在胡说什么？那个在我垂死之际一直守在身边的骑士。”阿林继续喊道：“这是真的，有时候我甚至亲自护送他去见那些男人。我曾以为他是唯一在我生病时为我送药的人。”安内利看着阿林，愤怒地喊道：“你怎么能撒这种谎？我根本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”阿林在回忆中露出一副痛心的模样。罗姆家的小姐怎么能做出这种肮脏的事？塞缪尔怔怔地看着前方，那个人不是罗姆家的骑士吗？阿林在草丛中奔跑，快点，谁先抓到他们就能得到赏金，不仅射杀自己的领主，现在还有悬赏。一名士兵跑上前喊道：“塞缪尔大人！”塞缪尔转过头问道：“抓到了吗？”士兵低下头回应道：“那个非常抱歉，让他从眼前逃走了。他似乎使用了某种高级魔法道具。”塞缪尔望向草丛，看来是我低估他了。前方传来士兵的惊呼：“这里有血迹！”阿林立刻下令，顺着痕迹追。阿林骑在马上，小姐怎么了？士兵惊恐地喊道：“小姐，小姐她被突然出现的怪物给抓走了，就像上次飞龙事件一样。”阿林皱起眉头：“什么？”塞缪尔看着远方，就像飞龙事件一样。无论怎么想，这都不像是绑架。塞缪尔转过头对身后的部下说道：“我会单独行动，如果罗姆家问起，就说我去神殿汇报了。”士兵低头回应道：“是，明白了。”塞缪尔站在草丛中望向远方，距离不远了，必须在太迟之前赶快行动。他走进茂密的森林，脚下传来枯枝断裂的声音，甚至当那个叫阿林的骑士射箭时，似乎也没人感到惊讶。这整件事处处透着诡异。罗姆家的士兵全都是那副德行吗？他们口口声声说正在搜捕复活者，却根本没有人担心小姐的安危，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。塞缪尔停下脚步，看着眼前的溪流，太奇怪了，除了流水的声音，竟然听不到任何其他动静。森林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安静的？没有鸟儿被惊飞的声音，也没有小动物跑过的脚步声，这种寂静简直让人感到不安。塞缪尔握紧剑柄，搜寻队就在附近，如果这里发生骚乱，他们很快就会察觉。杜拉汉，塞缪尔拔出长剑，看着眼前的黑影说道：“原来是你，那个带走复活者的怪物。”他没有立刻攻击，只是在威胁我。杜拉汉这种生物很少会带着如此明确的意图行动，除非……塞缪尔看着眼前的怪物，或者他只是在保护自己的主人。草丛中传来脚步声，安内利缓缓走出来说道：“我以前没说过吗？我最讨厌执着的男人了。”塞缪尔露出惊讶的神色，安内利盯着他继续说道：“而且我越来越讨厌你了。”他喘着粗气，紫色双眼中透出冰冷的杀意。塞缪尔丢下长剑，伸出手说道：“先给你治疗吧。”塞缪尔握住安内利的手臂，仔细检查伤势说道：“只是些轻微淤伤，虽然你从奔跑的马上摔了下来。”安内利坐在地上回应道：“没错，就算不谈性命，至少也该断条腿，这样才能逃走。可惜你完全没事。”塞缪尔低头不语，继续握着他的腿。安内利看着他，从刚才开始是怎么回事？你的行为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说实话，我以为你这次死定了，甚至当那达夫像扛行李一样扛着你逃跑时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当时我的头晕目眩，你手臂上的血流个不停，但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，你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依然活着。安内利看着手臂，血已经止住了，虽然还有点痛，身体状况好转了，真是惊人的恢复能力。即使是洞穴，搜查队也很可能会发现，但这样应该没问题。安内利看着光芒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火吗？”塞缪尔回应道：“这是凝聚的神圣力量，热量足够为你取暖。如果是神圣力量，不是要一直注入能量吗？看起来效率很低，为什么要浪费能量？为什么不直接带我回村子？”塞缪尔看这洞外说道：“搜查队可能还在罗姆，你想撞见他们吗？”安内利靠在石壁边：“你不会让罗姆带走我对吧？那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。”安内利看向洞口说道：“纳达夫，进来坐下，留在外面会被发现的。”
纳达夫走进洞穴，在安内利身边坐下。塞缪尔看着安内利问道：“你真的在控制怪物吗？”安内利回应道：“我没有那种能力。”他托着腮问道：“那你的那种力量到底是什么？”塞缪尔指着光团问道：“你是说这个刚才的神圣力量？”安内利摇头回应道：“不，我是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一直在想这件事，即使第一次是巧合，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，你到底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塞缪尔沉默片刻，低头避开视线说道：“我不能告诉你。”安内利盯着他问道：“你在我身上放了追踪魔法之类的吗？”塞缪尔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不使用魔法。”安内利疑惑地问道：“那？”塞缪尔手抚胸口说道：“我拥有的力量，不过是神赐予我的祝福。”他站起身，先休息吧。安内利看着他的背影，搞什么？越是这样回避回答，就越让我想要弄清楚。他伸出手喊道：“塞缪尔大人！”但是塞缪尔突然回头，眼神中透着寒意。他突然朝安内利伸手，纳达夫瞬间拔剑抵住塞缪尔的咽喉，说道：“把手从团长身上拿开。”没关系，纳达夫，你可以把剑收起来了。我没有用力，只是把手放在这里。纳达夫迟疑地握着剑。我能找到你的原因是，他的手指轻轻摩挲着他的颈部。因为你是复活者，不可能。难道你能感觉到神用来接回我断颈的那种神圣力量吗？塞缪尔松开手说道：“即使你试图逃跑，我也会找到你。既然如此，跟我走不是更好吗？你身边那个男人已经独自逃跑了，不是吗？”安内利垂下眼帘，看来泽农成功逃脱了，真是个解脱，至少他现在安全了。塞缪尔盯着他问道：“你总是把不可靠的人留在身边吗？”安内利抬起头问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塞缪尔冷冷地回应道：“那个用弓箭射你的人是阿灵，显然他曾是你的骑士。我从未听说过有骑士会用弓箭威胁他们侍奉的女士，甚至明知道她可能会从马上摔死。”安内利坐在地上，我明白了，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你的态度变了，你一定是对我感到怜悯，如此感性真是毫无用处。安内利站起身，直视着塞缪尔说道：“如果那是触发你同情心的原因，竟敢是别人。”他语气冰冷地说道：“立刻把他收回去，没有必要怜悯我。”塞缪尔站在洞穴深处，看着蜷缩在地的安内利。安内利闭着双眼，在睡梦中发出均匀呼吸。如果这就是让你产生同情的原因，那就收起它。我不需要。塞缪尔注视着他，我并不是在同情你，但你确实比以前看起来更加脆弱了。他走上前去，伸手拨开安内利额前的碎发。你额头上有汗，是在发烧吗？虽然没有骨折，但你毕竟从疾驰的马上重重地摔了下来。你应该在床上躺几天，好好休息，恢复体力。塞缪尔站起身，我必须去采些草药，再找点能填饱肚子的东西。你的主人需要好好休息，守好他。塞缪尔走出洞穴，消失在夜色中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抱着采来的草药回到洞口，却突然愣在原地。原本躺在岩石边的安内利已经消失不见，只剩下一件黑色斗篷孤零零地散落在地上。安内利骑在马上，在荒野中疾驰。他拉紧缰绳说道：“纳达夫，再跑快一点，整晚没睡，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。”那个男人绝对想不到我整晚都在装睡。塞缪尔现在没有马，他不可能马上追上来，但我必须尽可能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。塞缪尔说过，他在追踪我颈部残留的神圣力量痕迹，所以我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超过1天。希望泽农已经买到了那些必要的物品。他看向前方，眼神中透出一丝忧虑。不过他大概早就逃跑了，毕竟那个孩子绝不可能老老实实待着，只为了遵守一个约定。他可能永远不会出现了。在独自面对搜查队之后，他大概更不愿和我同行。阳光洒在空旷的街道上，泽农带着尼西正静静地站在路中央。他掀起兜帽，露出灿烂的笑容，说道：“你安全出来了。”安内利猛地勒住缰绳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前方。泽农歪着头问道：“这真的很令人震惊吗？”安内利愣在原地。你怎么会？尼西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我觉得你足够坚强，一定会遵守诺言。我确定你会来这里。”他走到巨狼身边，伸手抚摸着柔软的皮毛。“谢谢你的等待，尼西。”泽农指着自己问道：“那我呢？”安内利转过头看着他回应道：“如果我在感谢尼西，那也是在感谢你，毕竟他是保护你的狼。”泽农看着他抚摸尼西，总觉得哪里不太一样。安内利看着他问道：“总之，我要的魔法道具呢？”泽农摊开手掌回应道：“就在这。”他手里攥着一条挂着紫色晶体的项链。安内利注视着泽农：“我真的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弄到了他，而且还在这里等我。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尼西总说你是个弱小又让人操心的雄性。即便是有报酬，你竟然真的会听从一个陌生路人的请求。如果没有尼西在身边，你迟早会被人骗得精光，最后甚至会死在某个无人知晓的荒野里。泽农，以后别再随便接受陌生人的请求了，那样会被人在背后捅刀子。”泽农有些无奈地反驳道：“这话竟然出自雇佣我的人之口。你只是运气好遇到了我，换成别人肯定会利用你。”泽农挠了挠红发：“我不知道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，但这个世界并不全是骗子。”安内利沉默片刻：“没错，确实不全是骗子。”泽农露出得意的神情：“看吧。”安内利戴上项链说道：“但大多数人确实是骗子。”他低头摆弄着项链问道：“所以这东西怎么用？和我以前用过的不太一样。”泽农伸手捏住项链的中心：“请稍等一下，要这样使用。转动中心部分会向内部供应魔力，从而激活其中蕴含的咒语。随着他的动作，紫色晶体迸发出耀眼光芒。它是可以重复充能的，你应该能连续使用10次。”安内利感受着身体的变化：“我现在看起来怎么样？”泽农看着他回应道：“放下你的兜帽。”他伸手向后拨开兜帽，原本的长发变成了棕色直发。泽农仔细打量着他说道：“
你的头发变棕了，整体看起来非常平庸普通，这就是变化的极限。你的体型并没有改变，但即便如此，也足够让你避开麻烦，在外面自由行动了。安内利摸着新发型说道：“这还不错，至少我不用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糟糕的染发上了。你脖子上的伤疤还在，所以你需要把领口拉紧，别让它露出来。”他指尖触碰到颈部的皮肤。对，还有这个，我没时间像这样一直站在这里发呆。泽农问道：“他们在追踪你脖子上残留的神圣力量吗？”安内利回应道：“大概吧。”他看着对方问道：“那不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安全逃脱吗？”安内利解释道：“我们确实安全离开了。”泽农大声反驳道：“不，我的意思是没有被跟踪的安全离开。”泽农停下脚步。安内利说道：“我曾认为这世上大多人都是骗子，不值得信任。但就像你说的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那样。因为你相信我，并且一直在等我，多亏了你，我对人类的信任恢复了一点点。”他露出微笑说道：“所以你会继续帮我的，对吧？”泽农愣在原地，他突然用力捂住脸。“为什么？我明明已经装备了魔法道具。”安内利看着他问道：“你在那里嘀咕什么呢？”泽农回应道：“好吧，毕竟还有余款没付，还要买那些情报。”尼西点头说道：“当然，弱者必须得到帮助，这是正确的决定。”他看着泽农，心肠这么软，身边要是没有尼西，真是不行。安内利吩咐道：“泽农，你去给我们找间旅馆，从这里走过一个街区，能看到一栋5层建筑，记得要5楼的房间。这是通讯球。”泽农接过圆球问道：“你不是来买魔法道具吗？”安内利回应道：“我要去买那些，还需要调查一些情报。平民也能购买攻击性魔法道具吗？”泽农摇头说道：“那是不可能的，合法购买手续繁琐，需要准备大量文件，而且非常耗时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我们只能通过非法途径去购买。”泽农惊讶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安内利转身走开：“我们明天就出发，你今天把该做的都处理好。”泽农追问道：“等等，你要一个人行动吗？”他头也不回地答道：“我认识路。”泽农看着他的背影：“你以前来过这座城市？”安内利回应道：“当然了，毕竟我是在罗姆长大的。魔法道具之城格尔伯恩，这里是魔法技术研究与投资业务的中心。因为各种原因，这座城市的主人曾多次更替，最大的原因在于周边领地的领主们都拥有强大的势力。在战胜那些强大的家族后，最终占领这座城市的是沃尔芬特家族。考虑到悠久的历史，沃尔芬特家族产出的魔法师极少。至于他们是如何掌控这座魔法道具之城的，安内利压低兜帽走在街道上，那是因为罗姆家族在背后支持着他们。多亏了这层关系，我曾受沃尔芬特家主的邀请访问过这里。也是在那时，我学会了如何利用这座城市。安内利站在宏伟的建筑前，这里是最大也是最华丽的一间，方法应该还没变。普通人绝对想不到，这种开在明面上生意兴隆的地方，竟然会是非法魔法道具的交易据点。利用人们的偏见进行反向思考，在格尔伯恩这种地方，正是进行各种非法活动的绝佳掩护。大门被推开，店员迎上前说道：“欢迎光临，这里是海廷魔法商店，提供价格合理的安全魔法道具，请问您需要什么样的商品？”他凑近安内利，继续说道：“最近在年轻小姐中非常流行。”安内利没有理会，径直走向店内深处。店员愣在原地，疑惑地唤道：“客人？”店员惊讶地看着安内利手中的纸：“客人，您选择了签名自动识别纸。”安内利晃了晃纸问道：“你在哪里？”店员立刻恭敬地侧身引导：“我来为您带路，请往这边走。”签名自动识别纸主要用于签订契约，通常情况下，上面会盖有皇室颁发的官方印章。换句话说，这种没有任何标记的空白纸张，意味着这是地下世界专用的纸张。店员推开门说道：“客人，您说在找笔对吧？请问您是有心仪的特定商品，还是需要我们为您推荐？”安内利走到柜台前，只要是能立刻拿到的就行。男人点头说道：“明白了，如果您能告知用途，我会为您查询并……”安内利打断道：“全部拿出来。”男人愣了一下：“什么？”他拍着柜台说道：“别让我说第二次，把你们所有的库存全部拿出来。”男人看这桌上的金币，这是罗姆家族的胸针。安内利看着手上的戒指，幸好在没收财物前就被送上了断头台，多亏了这枚亚空间戒指，里面的东西才保住了。我是不是该感谢他们当时急着处死我？帘子被掀开，一名金发女人走出来。我们的员工太失礼了，竟然没认出贵客。他看向安内利说道：“我是贝洛娜，这家店的主人。接下来的谈话，请直接跟我说吧。”贝洛娜问道：“您说想要买下本店所有的商品？”安内利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是奉罗姆公爵的命令而来的。”贝洛娜盯着金币，陷入沉思。罗姆公爵亲自下令，目前来看，这枚金币确实是真的。他看向安内利说道：“但我没有收到任何事先通知，公爵大人是否带了信件或口信？他在怀疑我，这也是理所当然，因为罗姆家族以前从未买过这种东西。不过我也不是毫无准备。”安内利凑近说道：“其实前几天在附近的村子发现了小姐的踪迹，原本可以安全护送，但搜救队搞砸了。”贝洛娜露出震惊的神色：“既然罗姆家族在利用我，那我也利用他们，这很公平。”安内利继续说道：“小姐很快就会出现在这座城市，所以公爵大人下令，绝不能留下任何非官方的物品。地下世界的人绝不会相信那种浪漫的传闻。所谓的邪恶小姐，为了百姓被怪物绑架，只要说到这种程度，他应该就能明白，罗姆正在寻找一名在逃的小姐，而不是被绑架的那位。”贝洛娜捂住嘴说道：“天啊，竟然发生了这种事！那夸张的演技，
他肯定已经听说了关于搜救队的消息。安内利继续说道：“小姐很快就会出现在这座城市，所以我们接到命令，绝不能留下任何非官方物品。公爵要确保他得不到任何东西。”贝洛娜沉思片刻回应道：“我了解情况了，但是既然如此，我们不能直接找个借口说我们没有那些东西吗？没必要费这么大劲。”安内利冷笑一声问道：“你真的觉得能用这种拙劣的谎言骗过他吗？你没忘记他是在罗姆出生并长大的吧？”贝洛娜沉默片刻问道：“那么你现在就需要那些货吗？”安内利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分秒必争，我现在就要，顺便把附近商店的货也全部收集起来。我会额外支付辛苦费，这些作为抵押够吗？”贝洛娜收起金币，笑着回应道：“当然没问题，我马上为您准备，请稍等片刻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拿着一个皮包走回来，让您久等了，东西都装在这个亚空间包里了，这是结算清单，请您过目。我相信你已经处理好了，直接把东西送到主宅就行，总额并不重要，罗姆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。他露出微笑说道：“感谢你的配合。那么接下来，安内利走在街上，稍后再和泽农确认剩下的物品。”他握紧胸前的项链，坠饰散发出微光。我是不是该去收集一些情报？圆桌骑士共有12位，其中2人已坠入永恒黑暗，剩下的10人将继续徘徊，无法看清眼前的真相。而那位照亮混沌的人便是团长。安内利走进大图书馆，被特意称为圆桌12骑士，一定有某种原因，但只用圆桌或12骑士作为关键词搜索，范围实在太广了，还是先从杜拉汉查起吧。分类是非兽类，那么是类人形吗？或许按属性搜索会更好。那么按属性黑暗，找不到，根本找不到。就因为我穿得像个平民，竟然没有一个管理员愿意过来帮忙。这些家伙简直是在浪费经费。本打算今天之内查完重要信息就离开的。眼镜青年走近问道：“看来您在找非常具体的东西，需要我帮忙吗？”安内利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那就太感谢了。原来您是想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啊？我也是。真庆幸能和你聊天。”眼镜青年解释道：“那一区是对外开放的，通常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。”安内利微笑着说道：“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，我一直都在乡下独自钻研。谢谢你愿意帮我。”眼镜青年有些害羞，连连摆手说道：“哦，这没什么。不过您申请加入怪物部门真的很了不起，那个领域通常需要丰富的实战经验。”安内利走到书架前回应道：“因为住在乡下，我不经意间确实积累了一些经验。这里的书厚度完全不是一个级别，内容肯定也更深奥。”安内利微笑着说道：“接下来的路我自己走就行了，我会找到需要的东西。”眼镜青年点头回应道：“好的，我就在附近，有需要请随时叫我。快点走吧，我已经不需要你了。”他独自走向书架深处，寻找着杜拉汉的记载。果然，这里的藏书更丰富。杜拉汉诞生论目击地区名单，他翻开厚重的书页，目光停留在其中一页，真想要这一部分，直接撕下来一小块应该没关系吧。他伸出手，指尖刚触碰到书页，身后突然传来冰冷而低沉的声音：“绝对不能损坏书籍。”安内利猛地回头：“我没打算破坏它，他是管理员吗？”海因里松开手说道：“那就好，不过我不记得见过你，最近这里没有招收新成员。”这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。眼镜青年急忙跑过来：“啊，管理员大人，他是跟我一起的，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。他正在准备助理研究员选拔考试，对这里还不熟悉。”安内利露出微笑，海因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助理研究员选拔考试。”眼镜青年兴奋地补充道：“是的，他还说要申请怪物部门，那可是需要实战经验的领域，是不是很了不起？”海因里平静地说道：“那确实令人印象深刻，但是我觉得很奇怪。据我所知，这次选拔并不招收怪物部门的人员。”他尴尬地笑着回应道：“管理员大人，您一定是弄错了。”海因里盯着他说道：“绝对没有。”安内利低下头说道：“那看来是我弄错了，我应该更仔细地阅读公告才对。”海因里看向眼镜青年：“我来护送这位女士。”眼镜青年愣了一下，明白了。安内利跟在海因里身后，走向图书馆深处。情况不妙，我必须赶紧溜走，换个样子离开这里。安内利停下脚步说道：“抱歉，我突然想起还有点急事要处理。”海因里背对着他说道：“最好不要引起骚动。”他的语气变了：“我没有举报你的打算，放轻松。刚才人多眼杂，所以我才把你带到这里。我想起来了，在哪里听过这个声音？传闻中，在皇储之位被马克塞尔夺走之后，就陷入隐居的第一皇子。”海因里转过身，摘下眼镜，露出那双深红色的眼睛。海因里微笑着说道：“好久不见了，公主殿下。”安内利回应道：“我们见面的地方还真是出人意料啊，殿下，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”帝国第一皇子海因里，他确实是一位优秀的皇子，但在皇位继承竞争中，他最终输给了麦克塞尔。在那之后，听说他被软禁在宫殿里，仅仅是保住了性命。这是权力斗争失败者常有的下场。一旦麦克塞尔登基，他可能会被驱逐出帝国，甚至被处决。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海因里微笑着说道：“我怎么可能认不出你？你可是我曾经差点订婚的女人。”安内利垂下眼帘，虽然没说错，但是确实有过这种可能，但最终没有实现。我和殿下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他抬起头笑着说道：“所以我们实际上和陌生人没什么两样。事实上，我们对彼此来说什么都不是，不是吗？”在与麦克塞尔订婚前，我经常出入皇宫去见皇帝和皇后，虽然和皇子们打过几次招呼，但从未单独相处过。皇室与罗姆家族这种婚约的重点从来不是爱或私交，而是绝对的权利。
海因里放下眼镜，抱歉，公主，我和我的弟弟不同，从一开始我就对你很感兴趣，毕竟你曾是我未来的弟媳。感兴趣？海因里点头回应道，没错，刚才看到你的背影，我就产生了怀疑，听到你的声音后，我才彻底确定。安内利冷冷地说道，真没想到你对我这么感兴趣。海因里摊开双手，无奈地说道，毕竟你曾是我弟弟的未婚妻，如果我表现出哪怕一点点兴趣，我这副残躯恐怕早就没命了。所以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安内利看着他问道，难道安排这次见面只是为了叙旧吗？我想尽快进入正题，我最近很忙。海因里显得有些局促，他支支吾吾地回应道，安内利疑惑地看着他。海因里转过身，低声请求道，就一次，能不能请你解除变身魔法？安内利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。海因里脸上泛起红晕，因为我想看看你真正的样子，这就是我想认识你的唯一理由。你现在是在开玩笑吗？我还在好奇，像你这种命悬一线的人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看来你是得到了承诺，只要抓住复活者，就能在边境获得领地。你是在操作影像球吗？海因里摊开手说道，正如我所说，我没有举报你的打算。安内利冷淡地回应道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连父母和兄弟都不能完全信任。海因里垂下眼帘，低声问道，你不信任我吗？刚才看你似乎很喜欢那本书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让你把那本书带走，那本书里确实有很多诱人的信息。安内利看着海因里，你提出这种条件到底想要什么？请诚实的告诉我。海因里站在窗边轻声回应道，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我只是想看看你真正的样子。当听说你死而复生时，我根本无法相信，因为神殿一直把你严密的隐藏起来，不让任何人见到。也许我甚至在想，他们是否对你的尸体施展了残酷的黑魔法。海因里捂着脸低声说道，我在这里寻找资料，就是想找到能解释你复活的证据。安内利沉默不语，总之他的意思是想确认我是否真的复活了，虽然我不明白确认这件事到底能改变什么。安内利闭上双眼，周身泛起光芒，光芒散去，安内利原貌出现在眼前。海因里凝视着他，你真的复活了？安内利转过身，静静地看向他，这是神的恩赐，竟然会从这个人眼中看到这种眼神，真是令人困惑。曾经仰慕我的人很多，但我从未想过他也会是其中之一。安内利重新施展魔法，变回了红发模样。他转身走向门口，说道，既然你已经确认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海因里在身后喊道，公主。安内利停下脚步，他又想干什么？海因里低着头说道，我一直想向你道歉，当时为了保全自己，没能及时向你伸出援手，我一直为此感到后悔。安内利停下脚步，殿下，我之所以这么问，是因为我记不清了，我是否曾有一次向殿下寻求过帮助？海因里沉默良久后回应道，不，从来没有。安内利微微一笑，既然如此，殿下也无需向我道歉，因为我没有什么是必须要接受的。海因里呆立在原地，注视着安内利的背影。最后还有一件事我想请求你，希望我们以后再也不要见面了，哪怕是偶然也不要，因为你长得太像麦克塞尔了。他推开门走出去，看着那张脸，我总会产生想要揍人的冲动。泽农紧紧抱着书巾呼道，哦，这是图书馆的书，你现在甚至开始偷东西了吗？安内利坐在椅子上，平静地回应道，这是别人送我的正当的礼物。泽农大声反驳道，别说这种荒唐的话。安内利垂下眼帘，陷入了沉思。如果在那时候，我独自躺在床上不停呕吐鲜血的时候，如果有人能帮我，如果有人能理解这种不公的痛苦，在那一刻，当我渴望有人能明白这份委屈的时候，如果海因里当时向我伸出了手，一切会有所改变吗？安内利闭上眼睛，无论如何都已经太迟了。泽农看着安内利问道，安内利，我刚才说的话你听到了吗？安内利回应道，没听到。他垂下头抱怨道，你太直接了，真让人伤心。门外传来敲门声，客人在吗？我是5楼的负责人。安内利对着门外说道，汇报情况。负责人隔着门回应道，订单已经确认，请问什么时候开始处理？安内利冷冷地说道，午夜时分。负责人回应道，明白了。泽农一脸困惑地问道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安内利坐在椅子上说道，这就是我让你在5楼订房间的原因，这里兼营马车租赁，专门为那些想悄悄离开城市的人服务。他转过头叮嘱道，总之你听到了吧，我们午夜出发，有事就赶快处理完。水晶球里传出怒吼，白发老者骂道，你这个臭小子，连个口信都不留，到底在外面乱跑什么？泽农尴尬地回应道，对不起，我最近有点忙。白发老者继续喊道，我才不管你死活，但可怜的尼西为什么要跟着你受苦？泽农无奈地说道，哇，你只关心尼西，完全不担心自己的徒弟吗？白发老者呵斥道，闭嘴，快让我看看尼西，你知道塔里有多担心尼西吗？泽农抚摸着巨狼轻声说道，尼西在这里。尼西凑近水晶球，白发老者在球中说道，如果你再晚一天，塔里就要冲出去找他了，你知道现在世界多乱吗？泽农看着老者，他只是在夸大其词，我不就是送信晚了几天？白发老者严肃地说道，所以你现在最好结束修行，立刻回来。泽农惊讶地问道，什么？白发老者继续说道，你在旅行途中应该听说了复活者的消息，怪物们正不断攻击他们，肯定有大事要发生，但是那个复活者看起来似乎很喜欢怪物，甚至无法沟通。白发老者叹了口气说道，魔法塔内部甚至在讨论是否要进入封锁期，在外的人都在陆续返回，别被卷进麻烦里，赶紧给我回来。泽农看着水晶球，看来魔法塔为了安全已经决定置身事外了，我该怎么办？
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。泽农对着水晶球说道：“反正剩下的路程不多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”白发老者气愤地吼道：“你这个顽固的小鬼，你的魔力还处于封印状态。”泽农回应道：“外面很危险，请给我解除封印的预授权。”白发老者拒绝道：“如果真的那么危险，你就直接给我滚回来！你从来不听我的话。”泽农笑着说道：“我现在不是在求你吗？你唯一的徒弟会一直等着那份授权的。”白发老者气得语塞：“你这小子！”泽农按住水晶球说道：“我很忙，先挂断了。”泽农看着远方说道：“当初是你把我赶出来的，现在又一直叫我回去，你根本不知道为了赚够生活费，你的徒弟有多努力。”他蹲下身抚摸尼西说道：“好吧，我们进去吧。”推开房门，泽农走进屋内说道：“我回来了。”安内利坐在椅子上看书：“欢迎回来，联系上魔法塔了吗？”泽农愣在原地问道：“你在偷听吗？”安内利合上书本回应道：“没有，是尼西告诉我的。”泽农一脸无奈：“你干脆说是在测试我吧，那样我心里还好受点。我宁愿承认自己太蠢，才会被这种话骗到。”安内利看着他说道：“我是认真的。”泽农看着安内利，魔法道具运行得很完美，但是我总能看到他原本的样子，与现在的伪装虫叠在一起。泽农盯着安内利，我以为自己是个不在乎世俗欲望的人，难道我其实是个会被美色迷惑的笨蛋吗？竟然向美貌屈服了，要是被师傅知道，他一定会嘲笑我一辈子。安内利突然开口说道：“对了。”泽农吓了一跳，大声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安内利拿出一个皮包说道：“这是亚空间包，里面装满了从村子里收缴的非法魔法道具，我想让你帮我把其中坏掉的挑出来。”泽农接过包说道：“检查术式是否正常运行，倒是没问题。但是……”泽农看着满地道具，惊讶地喊道：“等一下，数量也太多了吧？这些全都是非法的吗？”他拿起一个道具说道：“我听说黑市很猖獗，但没想到严重到这种程度。天哪，这个术士绝对在魔法塔的禁止外流名单上，这个竟然是攻击性的。”安内利看着他说道：“你分类的很好，我现在去马厩看看那达夫的情况。”泽农盯着手中的魔方，这种东西是怎么流进市场的？这明明是……安内利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我果然没有选错人。夕阳笼罩着华丽的府邸，弗里西亚站在书房里，看着手中的纸张说道：“这个。”他愤怒地攥紧纸张，竟然是这个！安内利，罗姆，守在门外的侍女们被这声巨响吓得浑身一颤，低着头不敢出声。弗里西亚盯这纸上的内容，魔法道具购买发票，而且还是如此天文数字般的金额。弗里西亚看着账单问道：“父亲真的支付了这笔钱吗？他知道是谁用的吗？”侍女低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已经确认是小小姐寄来的。”弗里西亚咬牙问道：“父亲现在在哪里？”侍女恭敬地回答道：“公爵大人正和夫人还有莉莉亚小姐一起喝茶。”弗里西亚眼神冰冷，立刻带我过去。他猛地推开茶室大门：“父亲，您真的打算支付这所有的账单吗？”罗姆公爵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弗里西亚急切地说道：“但是您看到金额了吗？”父亲，这简直太荒谬了！公爵夫人放下茶杯问道：“弗里西亚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是财务出问题了吗？”这是一件家务事。公爵夫人追问答：“家务事是什么意思？”罗姆公爵眼神深沉：“既然我们已经重新接纳他作为罗姆家的一员，这就是纯粹的家族内部事务。”弗里西亚不甘地喊道：“父亲！”坐在一旁的莉莉亚有些迟疑地开口说道：“那个……”弗里西亚沉默不语，眼神中透着冰冷。莉莉亚双手交叠，担忧地问道：“姐姐是有什么烦心事吗？难道是因为二姐的事吗？”弗里西亚按住额头回应道：“不，你不需要担心这件事。”莉莉亚双手合十说道：“但我现在也是罗姆家族的一员，我想帮忙。”弗里西亚沉默片刻问道：“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预言？”莉莉亚避开视线回应道：“没有预言，但即便如此，一定也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。哦，对，姐姐，你应该坐下来和我们喝一杯。”莉莉亚端起茶壶补充道：“这是麦克塞尔送的茶，据说对静心很有帮助，我们慢慢聊吧。”弗里西亚转身离去说道：“抱歉，莉莉亚，我还有工作要忙。”弗里西亚看向公爵说道：“父亲，请等我一下。”公爵站起身回应道：“我要走了。”莉莉亚看着桌上的茶杯，她只喝了一口。“父亲，稍后我会送一些去您办公室。”安内利海因里走在长廊，身后传来声音：“好久不见，哥哥。”他停下脚步，侧过头看向来人。麦克塞尔走近说道：“看样子你刚向父皇问安回来，凯尔本还是老样子吗？”海因里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麦克瑟尔继续问道：“我听说安内利在凯尔本现身了，你听说了吗？”海因里沉默片刻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也听说了。”麦克塞尔露出微笑问道：“那么你是否也知道，这正好和你待在凯尔本的时间完全重合？”海因里面无表情看着对方。麦克塞尔：“如你所知，我回来前一直待在图书馆。”麦克塞尔笑着说道：“真是令人惊讶，我以为你最关心他的消息。”他摊开手继续说道：“父皇想让安内利进入皇室，你知道吗？”海因里看着对方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麦克塞尔凑近说道：“他可能考虑收养他，但谁知道呢？你那长久的单恋或许终于能重见天日了。”海因里沉默地看向他：“你觉得那是他想要的吗？”他耸了耸肩说道：“好吧，无论安内利想要什么，他都无法违抗父皇的旨意。即便不考虑其他，他也是个为了进入皇宫而奉献了整个人生的女人。没有比这里更适合安内利的地方了。”海因里冷冷地问道：“那你呢？”麦克瑟尔疑惑地转过头：“什么？”海因里盯着他问道：“如果她成了我的未婚妻，你真的会觉得没关系吗？”麦克塞尔发出一声冷笑说道：“难道我看起来像你一样患有那种幼稚的相思病吗？”海因里闭上眼说道：“
试着想象一下吧，他在神明面前向我许下永恒的誓言，他在我怀中看起来是那么幸福，眼中只注视着我。安内利·罗姆只允许我一个人呼唤他的名字。我所说的是那些你曾经享受过，却再也不被允许拥有的东西。海因里看着麦克塞尔说道：“啊，对，你现在身边不是有那个纯洁的莉莉娅·罗姆吗？”麦克塞尔盯着他，眼神变得冰冷。注意你的言辞。海因里转过身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试着别再叫罗姆家的二女儿安内利了？毕竟她很快就会成为我的未婚妻。”麦克塞尔用力握紧拳头。海因里微微侧头说道：“谢谢你，让我看到了如此美妙的可能性。托你的福，我想我今晚能睡个好觉。”海因里走在昏暗的走廊。我长得像那个人吗？因为你长得像麦克塞尔，我觉得我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揍你一拳。这就是他看着我时所看到的脸吗？仅仅是想象一下就觉得很糟糕。黑马在月色下疾驰，安内利伏在马背上，任由长发在风中飞舞。他轻声问道：“纳达夫，你还记得你的过去吗？”“我的过去？”安内利继续问道。“是啊，还是说你从出生起就是一名杜拉汉？”纳达夫回应道。“我不确定，我没有任何关于过去的记忆。当我睁开眼睛时，唯一的念头就是我必须见到你主人。”安内利轻抚着马鬃问道：“你想找回你的头吗？”纳达夫回应道：“你会指引我走向光明主人？”安内利垂下眼眸问道：“如果我说不呢？如果我根本没打算帮你找回头部，甚至不想找回你同伴的呢？如果你的救赎完全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呢？”安内利微微一笑问道：“到那时你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吗？”纳达夫低声回应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抱歉，我无法给你能帮到你的答案。”团长，他伸出手轻抚马鬃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如果有谁有错，那是神。这太奇怪了。”安内利骑在马背上望着夜空，没做错事的人却要替做错事的人道歉，真是个奇怪的世界。他闭上眼，如果我能忘掉一切，或许会轻松很多。纳达夫看向前方回应道：“我不确定这是否能帮到你，团长，但我最近得到了关于我一名同伴的消息。”同伴？纳达夫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如果能得到同伴的帮助，或许能找到对你有用的信息。”同伴吗？纳达夫，那个服从于我的来历不明的杜拉汉，一个愚蠢又善良的怪物。他本可以责怪我，但他没有。即便我不去寻找他的头，他大概也会一直安静地跟着我。事到如今，他理应得到奖赏，不是吗？帮你寻找同伴，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奖赏，而且部下永远不嫌多。安内利露出微笑：“好吧，我们先回去找泽农。”幽暗的森林中，泽农停下脚步，转头问道：“你真的坚持走这条路吗？”安内利神情淡然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泽农皱起眉头：“你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吗？”他平静地看着他：“我知道。”泽农焦急地喊道：“这片森林后面可是飞龙的栖息地，不仅如此，这里还生活着各种各样的猛禽，当地人根本不敢靠近。”安内利神情自若：“我也知道。”泽农一脸无奈。尼西看着他，真是个胆小的男人。乌鸦成群飞过树林，发出刺耳的鸣叫。为什么非要走这么危险的地方？至少告诉我理由。安内利看向前方，为了招募部下，他愣在原地。你把部下留在这种地方了？安内利轻声回应：“是的。”你是说我的同伴吗？我记得我曾骑着飞龙。飞龙？杜拉汉竟然骑着飞龙到处跑。泽农转头看向安内利：“你真的完全不知道怪物有多可怕吗？”安内利停下脚步，侧过头回应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的交易就到此为止吧。”泽农愣在原地，随即追上去喊道：“为什么你总是动不动就说要散伙？难道不是你想要结束这段关系吗？”他比预想的更唠叨，真烦人。泽农一脸受挫。泽农委屈地喊道：“你怎么能这样？别人明明在担心你，你居然嫌我烦。”安内利面无表情，因为那是事实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有利用价值，现在还不能让你走。安内利微微侧头，露出淡淡的微笑：“我很喜欢你做的饭，足以抵消那些麻烦。”泽农愣在原地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。这感觉是……他低下头，神情变得复杂。“我真的得快点解除这个魔力封印了。朝圣期间是不允许解除封印的，你忘了吗？”安内利看向远方的枯树：“我已经申请许可了。”泽农昂起头，大步向前走去：“等着瞧吧，一旦魔力封印解除，我的费用要翻倍。”安内利有些意外：“那是你想继续为我工作的说法吗？”泽农愣住了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两人陷入了沉默。泽农神色慌张，回头喊道：“尼西，我们走吧，快点！”尼西跟在后方不屑地说道：“我在盯着后面，放心走吧，弱鸡。”安内利看着他的背影，他现在又是怎么了？乌鸦在枯树间穿梭，发出阵阵嘶鸣。泽农紧紧抓着衣领，身体微微颤抖。“我们真的非要这么做吗？现在回头还不晚。我听说这里有鬼魂。”安内利停下脚步：“别告诉我你害怕遇到鬼魂。看看那些诡异的乌鸦，这种地方没鬼才奇怪吧？”树枝上的乌鸦盯着他，好久没人类过来了。另一只乌鸦问道：“你要去哪？前面很危险。”安内利看着他们，露出温柔的微笑：“诡异，他们很可爱。”乌鸦们愣住了，原本凶恶的眼神瞬间变得圆润明亮。“他说我们很可爱，他说我们很可爱，你也挺可爱的，人类。”泽农惊恐地后退一步：“你管那叫可爱？”安内利环顾四周说道：“这片空地不错，就在这扎营等待吧。”泽农愣住了，大声喊道：“你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？”他转过头，平静地回应道：“不管出现什么，尼西都会解决的。”泽农指着身旁的巨狼反驳道：“尼西又抓不到鬼。”安内利继续说道：“或者你现在回村子里等着。”泽农咬紧牙关：“我怎么能？你不能把人丢在这，自己一个人下去。”安内利看着他，泽农从包里
拿出一个蓝色光球，如果感觉不对劲就用通讯器。我和尼西会去找你的，你知道，即使不护送我到这里，报酬也是一样的，对吧？泽农把光球递到他手中，如果你觉得迷路了，就待在原地别动，明白了吗？安内利接过光球，他真的在担心我，无论这是否对他有利。好吧，安内利握着通讯球，有点令人惊讶。他骑上黑马，在林间飞驰。杜拉汉骑着飞龙，不，我不完全确定，但我觉得那是成为杜拉汉之前留下的记忆，是在我失去我的头之前。安内利抬起手，轻轻抚摸着颈部那道缝合线，在你失去头颅之前吗？我们走吧，纳达夫。纳达夫回应道：遵命，团长。黑马嘶鸣着奔向远方。